上期说到，远古时期咱们祖先步入父系社会农耕时代后，就已差不多奠定稳定的一夫一妻婚姻制度。然而，人类风流多情的天性并没有因为时代变迁完全退去，总想要占多几个女人啊。部落氏族里有了分工与生产力提升的同时，带来私有制和阶级贵贱之分。男人之间那些站在金字塔顶层的，不少开始不甘受限于单一配偶，正是我们封建时期常听说的一夫多妻或者一夫一妻多妾制的雏形了。可为何偏偏只有地球另一边的欧罗巴文明圈有始至终黑字白纸坚持着一夫一妻呢？难道就洋人比较用情专一吗？太天真。明面上是严禁一夫多妻制，暗地里欧洲贵族圈可却喜欢藏着情妇乱搞一通，名副其实字面意义的贵圈真乱。如果说东方是一夫一妻多妾，那么他们就是一夫一妻多情妇了。区别在小三有名分或没有名分的。之所以西方的合法婚姻只接受单偶制，因为他们非常重视法统上的继承权。各个家族盛行联姻来达成政治或商业结盟关系，一起合并壮大夫家和娘家的资产。必须是要两家认可的婚生子才能是继承者，婚外私生子是完全没有地位的，一分钱也拿不到。相关单偶婚姻法甚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古罗马时期，他们可谓百人文明的摇篮。或许因为是由城邦性质演化而来的国家，发展出一定的民主和共和概念，除了战俘奴隶，各个男性公民地位差异不会太大。一夫多妻或是一夫一妻多妾制，无疑对娘家是具侮辱色彩的，因而不被采纳。后来的基督信仰传播至欧洲各地，要打破改变一夫一妻的传统，几乎是不可能的了，为时已晚了。古老的圣经就有多处的明示，婚姻是一男一女的结合且神圣的。有的教廷势力的制约，贵为君王也不能幸免。即便中世纪的西欧被日耳曼夷狄取代主导，终究还是选择了皈依天主。况且这些所谓蛮族的他们，本身文化习俗都是偏向核心小家庭模式一夫一妻制的，可能与其原先的生产力低下有关，原始母系影响残余还算比较多。不能否认的是，欧洲女性地位确实比同时期亚非地区还要高许多，至少还能名正言顺承袭家族大量的土地、财产和王位。无论如何，虽然其他主要的东亚儒家文化圈和中东伊斯兰文化圈法律上允许一夫多妻或一夫一妻多妾的婚姻，但往往成不了主流多数普及化，绝大多数平民百姓还是单一配偶的。毕竟古时候通常是吃不饱饿不死，要肩负养活那么多女伴和几十个孩子可不容易啊。只有占少数的王公贵族上流圈子才玩得起啊。神州大地第一王家后宫佳丽有3000，也不过是文豪诗人离谱夸张的描绘啊。这庞大的数目显然不科学啊。除了几个极端变态，如司马炎、李隆基等的特例，以宏观角度整体而言，要是极其多数的女性都被极其少数的上层男性霸占，必然造成社会结构性的失衡，导致底下有大量的单身狗，马辣楼讨不着老婆，会不会将是国内暴乱动荡不安的计时炸弹？绝非是统治阶级想看到的局面。接下来，随着科学的发达，多项产业转为脑力劳动，拉近男女优势差距，物质大为丰富，一夫一妻制更有了经济前提和基础。
与此同时，欧洲广泛开展了殖民活动，将他们的宗教和单偶婚姻制度连同输送到世界各地，成为近代看到的成果呗。最后来一句政治正确的话：一夫一妻是自然和理性的选择，特别是长期的。希望大家好好珍惜另外一半，不要辜负对方。内心独白是：喂，怎么还要搞婚外情这样看跟光棍强？我们脱单都没有什么机會了啦。而我就始終都係一個溝唔到女嘅可憐蟲。